最近印度三哥又开始急了，尼泊尔计划中要和中国把喜马拉雅山给凿了，修建条铁路通到自己国内。结果印度就有点坐不住了，连忙跳出来表示：“我反对，你们不准修这条铁路。”不是，那尼泊尔修铁路关印度啥事儿？为啥尼泊尔都愿意的事情，印度却反对呢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，北面与中国接壤，其余三面则被印度所包围，国土面积为 14.7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3059万人。中印铁路的建设，尼泊尔其实也计划了好几年。至于为啥要修这条铁路，主要原因当然还是想要发展经济。尼泊尔这个国家穷啊，人均 GDP 才1399美元，国内的各项基础设施很差，工业基本没有，经济就全靠农业在那撑着，全国 70% 的人口就靠着种地勉强吃口饭，全国近1/4的预算支出还得靠外国援助，所以尼泊尔也想发展经济，过上好日子。而我国不是在开展一带一路吗？尼泊尔自然也想加入进来，但是呢，尼泊尔这个地理位置不行，虽然和我国接壤，但因为隔了喜马拉雅山，导致交通不便，平时又没有太多的交流，所以他们就想着干脆把喜马拉雅山给它凿了，修一条贯穿喜马拉雅山的铁路出来。先不说可不可行，至少想法是好的。而中尼两国呢也没啥反对意见，但其他人就有点不乐意了。没错，说的就是印度人，印度不仅反对，甚至还拉着美国来威胁尼泊尔。小老弟，有些铁路不是你想修就能修的。尼泊尔找中国修铁路，印度反倒先跳脚，表示我反对。不是，那中尼修铁路和他印度有啥关系呢？其实吧，印度也是尼泊尔要修这一条铁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。为啥？还是因为尼泊尔的地理位置和中国隔着一座山，其余三面呢又和印度紧密相连，而印度呢自诩南亚小霸王，对尼泊尔这个小国呢一直认为是自己的小弟，那管小弟的家务事也是大哥的义务，所以不管是对外交通还是经济贸易等，都被印度牢牢地掌控在手中。比如说进出口贸易都得通过印度才行，甚至连旅游等服务业也都被印度拿捏。毕竟尼泊尔虽然科技不发达，但风景还是不错的，每年有不少人跑到尼泊尔看风景。所以说尼泊尔这么多年一直都得看印度的脸色说话，就算生气也不敢直接表现出来。毕竟印度高兴还好，时不时也会赞助小弟点基础设施啥的，万一不高兴了，人家把对外交通一封，尼泊尔肯定瞬间就麻瓜了，国内各行各业都会遭到严重冲击，搞不好经济就会崩盘。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印尼也受够印度的气了，而想要改变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北边的邻居。中尼铁路要是能修建成功，尼泊尔的经济既能得到发展，而它本身也能摆脱印度的控制。见到自家小弟要抛弃自己准备溜走，印度怎么可能同意？一边拉着美国给尼泊尔施加压力，敢修小心我揍你。另一边呢，印度还贴心的向尼泊尔科普，挖穿喜马拉雅山有多么的难，中尼两国根本办不到。中尼铁路要是修建完毕，对尼泊尔有好处吗？不仅有，而且有很大的好处。一方面，借着中国一带一路，尼泊尔的经济能得到发展；其次，多一条对外通道，也就意味着它能大大减少印度对尼泊尔的控制。但问题是，这一条铁路真的能修建成功吗？毕竟中尼之间还有道天然屏障，喜马拉雅山脉海拔高，地形复杂且严峻，而且气候条件差，时不时就会发生暴雨、山体滑坡等极端天气。又因为位于地震带，还时不时的会来场地震，修建难度不是一般的大。而且要求这么高，尼泊尔肯定是没有实力的，顶多出点钱，修建的主力还得是我国。另外再加上印度的反对，他一直把尼泊尔视为自己的后花园，所以时不时会跳出来搅局。在这么多因素下，铁路的建成就得打个问号。不过中国基建狂魔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，看看青藏铁路等例子就知道，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啥是不可能的，只要预算到位，什么山都能给你干穿，让不可能变为可能。当然我们是愿意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，而尼泊尔呢也需要营造更好的施工环境，毕竟铁路的建成大家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，这也是尼泊尔最需要的，而这也是印度所恐惧的。印度虽然是个大国，但格局不大，也难怪尼泊尔会抛弃印度。如今铁路项目即将启动，所以说不管印度怎么反对，都改变不了尼泊尔想要进步的决心。对于这条铁路，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你发财的小手给零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